超展结四海，潮落是故乡，心跳随潮汐，石头说欢迎，老故事里，新朋友来，把张伟家在山中的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出发 Vlog、客栈加时营业等精彩衍生，参与亲爱的他们票选互动，选出你心中的最佳客栈搭档，解锁专属衍生可片为彩蛋内容。加入芒果超品俱乐部，参与节目探班，领线下入场券，爽看热门好综艺，超多权益，想不停。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，芒果离你更进一步。打开芒果 TV， 搜索芒果勋章馆，完成亲爱的客栈2026相关互动小任务，即可收集客栈独家勋章，升级 V9会员，享探班名额等更多惊喜权益。我们准备先去重温一下如何服务好客人。我们找了第2季的那个非常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样达到5星级水准。希望每个来的客人都能体验到很温馨、很幸福的感觉，就觉得这一趟旅游特别放松。我个人目标全能，全勤加全能。月子在哪儿呢？上车，怎么还要我下来接你？感冒了？对。哦，咋的了？累的，心力交瘁。我就说你这个月行程太满了。我说我活这么满，我应该别人眼红啊！还在眼红？我还在眼红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今天还带你去做培训，岂不是要把你累惨了？没事，跟你这一块录节目，我都是当旅游。月子为什么想与智深一起来培训？约他好约啊，就他有空，正好来厦门，我是想说。对，而且之前一直说来厦门找月子玩，对，但每一次来厦门都赶紧都没有机会约上。太忙了，除了工作，我们私下根本碰不上。私下不交流，他没有私下时间。咱俩是不是应该去了之后有选择的学一些东西？选择就是会的就不学了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一直累的就不学了。但我其实之前有过相关的酒店管理的经验。真的吗？我之前去当过民宿管家。哪个民宿？哪个节目？我的生活，我是有生活的。我跟广志的那个节目，然后去当了1天民宿管家。他那个是全程，包括你开车去接客人，然后把客人安顿到房间里，然后再带客人去体验吃的。相当于你是导游了。其实现在民宿管家就是包含导游在里边的，还有摄影导游。因为现在人家一块儿出去就想大家一块儿拍个合照嘛，就会让你给他拍照。行。如果老板知道你们加班的话，你觉得他会说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种说就要说的有技巧，你不能冷不丁的说老板我们来加班了，不能这么说。对，咱们得，比如说一会儿学到点啥，咱们在群里说，哎呀，刚刚我们学到了这个地方，咱们是不是要这样？以提建议的方式，然后发3个，大家说，哎，你俩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然后咱们就偷偷说，为了咱们民宿来培训啊，咱们还那种很不好意思的那种。这样吧，又想到他了，在群里发一张自拍，然后自拍的背景就是我在那拖地。哎呀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发错了，然后我2分钟之内我撤回。走，上课了，月子。走了。哎 ，hello。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hello。沈姑娘好，沈姑娘握个手。好。对。大哥太好笑了，说我先跟姑娘握个手，然后就把手放下了。那我跟男生也握一个。为啥？因为沈姑娘我们是老朋友。对老朋友了啊。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女士，好吧？好，庄艳庄老师。
他是今天我们培训课程的客房和餐饮的实操的老师。哦，对，然后今天的理论部分主要是我来跟大家讲解。行，对直接开干吧，上课吧，上课吧。这边。我先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。首先，今天是我们亲爱的客栈2026的民宿管家专题培训啊。那么我们的培训结束之后呢，我们2位可以获得我们的结业证书啊，结业证书。哎呀，但是这个是有前提的啊，我们也设置了对练的环节，所以你们2个要进行对练的角色扮演。对练什么意思啊？一会儿看你俩谁能练过谁了，比拼过了的人，合格的人才可以获得我这边签署的这个结业证书。培训的主要内容，我这边负责的是民宿行业和民宿管家的基础的认知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所以主要从一些基础的点上去跟大家做。稍等，老师，您刚刚不着急，需要记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。好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民宿是怎么来的啊？进入今天第一趴。画面上这个阿姨叫邱根娣，这是第一个把自己家的房子，农村的房子租给老外，拿来改建成为民宿的人。这个老外呢，他的中文名叫高天成，英文名叫 Grant。国内民宿行业有2个国家标准民宿管理8字秘诀。快！好了，到了我们小比拼环节，一共有10道题。出完题目之后呢，举手示意抢答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准备好举手啊！国内民宿行业哪里？丁啊，自身德清，加1分，给自己加一下。准备开始啊！我要当班长。第2个。中国第一部民宿管理办法诞生于哪一年？丁，哪一年？丁，又是自身，对不起。2014年。哎，正确，再加1分啊！2014年。加油啊！是加油啊！我的老同学。第3，民宿的本质凭什么？体验。你真是举手快了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始丁。体验。加1分啊！谢谢你啊。咱们看一下第4个，民宿管家成为国家新职业是哪一年？丁，自胜。2022年。哎，对了，很棒啊，很棒。看一家民宿经营是否用心，看什么？丁，谁是？看绿植。丁。好，鼓掌。OK。很好啊，很好！你看，我们几乎都能答对啊，其实我们心里都有答案，举手快嘛。对。但是我相信我举手快，当客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。而我会偷偷的做完。你光会举手，我在偷偷干活。棋逢对手。好，到底民宿管家要做什么工作？我们会有个小测试。看看你俩是否具备胜任这个工作任务的能力啊！在你接听客人电话的当中，你会碰到各种各样奇葩的客人迷惑的行为啊，但是你就需要对他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跟解释，要回复他的咨询。接着我们会有情景对练的环节啊，我们的沈月姑娘是充当了我们的助理管家，而我们把客人迷惑行为这一趴交给了我们的智胜同学。好，我们模拟一下电话啊，叮，开始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可以帮到您？啊，我想订个房间，订个啥房间？你咋能学我说话？你这个人不尊重人呀！你这个配合你不是不尊重你。我说话是有点口音，有口音咋的？有口音不能住的酒店。好，客人您别急，有口音能住酒店吗？能，我现在就切换成普通话模式。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想问一下，那这个酒店跟俺爷爷乡下的房子一模一样，那为啥卖这么贵？首先，我们是不可能做到跟你爷爷乡下的房子一样，我们修不出来，老师。太高了。您只要入住了，就会发现我们这儿的硬件设施是非常到位的，音响呀、电视呀、空调呀、WiFi 呀，绝对会给你就是非常至尊的酒店般的。世界没有这些很至尊，俺爷爷家的这些你刚刚说的也都有。好了，我们要拉回来一下了啊，总结下来是这样的。其实这个点上呢，本质上是在我们的工作内容当中要与客户进行合理的沟通，在受理预定环节，要跟他讲清楚我们产品价值在哪里。那我们继续看啊，情景对战第2个，
客人把电热水壶放到了燃气灶上，烧坏了，这该怎么办？客人把电热水壶放到燃气灶上，赔钱。你凶到我了！扮演的很好，扮演的很好。怎么办？我刚刚脑子有点咋想的？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家人谈话，给这个字。不是热水壶为什么它水烧不开了，它还炸了？刚刚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是电热水壶，没有教我怎么使用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提供这项服务？我很失望。你的客人很失望。客人首先来说，先诚挚的给你道歉，你保证这个热水壶放到燃气灶上烧坏了，没有伤到您吧？这个气味没有熏到您吧？伤到了我的小心脏。我想拿热水泼了。这是个实际发生的案例。我想用这个案例说明白什么呢？一定要在客人来的时候妥善的介绍我们的项目和设施，因为很多客人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专业，甚至很多时候设备他并不会使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情景对应的下一个啊。这里为什么会有个碎杯子呀？为什么会有个碎杯子在你房间里？我们每天的房间都是有就是定时清理，然后都是检查好的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那这个杯，对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客人，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没关系的，客人，这个不贵，手没伤着吧，客人？呼呼，通通飞走了。你俩，我只想说，做你们的老板太难了，杯子打碎了你也不管啊，也不去问。你会怎么回答呢，老师？我想说这里面的流程出现了问题。第一，你在检查服务质量的时候就没有检查到，你作为管家，正常情况你知道客人在查房之前，你要看看他的房间有没有碎裂的。而第二个什么呢？客人出现了问题，正常情况下你是需要客人赔偿的，你不能把这个给他免掉。他要把你这个给砸完了，是不是你都要给他免掉呢？你也没有权利免掉他，免掉后你只有去找你们老板和店长。对一些低值易耗品呢，我们的建议是就你可以不要去收客人钱了。说，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去跟我老板申请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帮你免掉啊。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免掉，你帮他免掉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啊。客人在入住之前不断的给你挑毛病你们水壶也没有搞好，床底下又有玻璃，你要是不给我优惠，不给我打折，我就要给你写差评。好，你就是那个要给他写差评的客人。不是轮到我扮演吗？老师有点偏心啊。入戏很久了，我嘴都撅了很久了，怎么又轮到他？老师的偏心。石头剪刀布吧。我也可以撅嘴啊。来吧，有什么招？来。你们这个床垫也太硬了吧，热水出的也太慢了。我们的床垫是这一面是硬的，反面是软的。你需要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帮你调换过来的。这个之前都跟你讲。那浴缸出热水太慢了吧？我脱光了，等了好久它才出热水。你可以先穿上衣服，穿着衣服等。不是，太早事了。我以为出热水会很快的。而且你们那个开关发过，就是为啥一拧它就突然温度变化那么大，烫死我了！你们的热水壶到底有没有定期清理？里边都有些水碱。有清理的。你们的拖鞋能不能换点质量好一点的拖鞋？这么高的价格，应该是完美的服务。很抱歉，没有达到您的服务标准，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经过很严格的评判的。意思是我的问题喽？我花这么多钱，我来找，求你，求我没有用。我给你返现。方法来了。我也返50不行，打个5折吧。我跟老板商量一下吧，老板商量一下。打个5折吧。老板，我们这有个客人，就是他说我们这个客房服务不是很好，说我们这个酒店的设施也不好，然后想打折怎么办？不能给啊，给一点吧，老板，我真的看在我的面子上。他昨天拿这个杯子放在床底下了，取证是吧？好，取证哈，可以已取证。差评已经发出去了。往后低太难了，我都能想象到这一句它有多难。不会的，老师，我们正儿八经的。今天下来也还是非常感谢2位同学的陪伴啊，老刘也给你们鞠一躬，谢谢。谢谢，给您添麻烦，确实添麻烦了。你们俩今天是有点嗨的哦。
有点过于嗨了，我俩需要克制一下。啊，确实需要克制一下了啊，因为我的课程上面可能实操会比较多。刚才也举了好多案例，不管是你们自己的住民宿的一些吐槽点，什么照片呐，什么那个老爷爷的腰伤啦，是不是？像这些吐槽点，归根结底都是归于我们服务这块还没有做好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今天呢，也给大家，你们手里的这些也是有关于服务的一个流程，给2位1分钟的时间，把这个标准操作流程给它背下来。你背下来，1分钟。我计时啊，我计时。蒸、炒、烤不重复，点单忌口要注意，老人吃软，小孩吃香，用餐时间要问清。你别念出声，你默背。上菜荤素可对面高低配。背好的可以举手啊。还有10秒。5、4、3、2，有背出来的吗？来，仪表整洁，微笑服务，菜品2N+1，蒸烤涮不重复，然后蒸烤炸不重复，饭菜忌口，点餐忌口提前问，预判催菜早告知。老人吃软，小孩吃。老人吃软，小孩吃香。那你背呀，你这玩意儿。点用餐时间，及早问，预判催菜，早告知，对吧？对。对吧？对呀。还有呢？对呀，还有呢，还有很多。摆盘。摆盘如画卷。对，帮助厨师再创造，汤汁不越界，荤素要隔开，高低相搭配。客人离店要嘱咐他有什么东西没落下。哎呀，这句土话，这句老白话。对，我们这个流程2位有什么疑问的吗？有一个疑问的，汤汁不越界啥意思？汤汁的话，主要是我们在盛菜的时候，像我们有一些油脂，或者说我们的菜汤可能会在我们餐盘的外面淋出来，像这些的话，我们可能得去做一些预处理。荤素格是。荤菜格那比如辣椒炒肉，辣椒要放这儿，肉放这儿。不是，人说的是辣椒炒肉和炒青菜这2个隔开，辣椒跟。对，我跟他没法合作，我跟他没法。挺好的啊！在上菜的时候，一荤一素要搭配，不然的话，我想吃的东西永远在你那边，是不是？啊，不管是长桌还是圆桌。是的，老师。是的。咋想的呀？辣椒炒肉，辣椒跟肉隔开，不挺好听？不是。那我们其他这边还有哪些有疑问的不？其他没了。其他没了，那我这边跟2位再讲一下，就是第1条，就是我们仪容仪表这一块，我们要给客人做服务的时候，不管是在餐厅还是在客房，首先我们的头发都要扎起来。我们男士的前面的头发不能遮住眉毛，哎呀，后面的头发好多年遮不住眉毛了，就是这玩意儿，我都好多年没有。好，我们2边的头发呢又不能遮住耳朵，但是后面的头发呢又不能遮住我们的领口。哎呀，老师，头发的问题，头发这一块，头发的问题别细聊了。这些问题我都不会犯的。OK， 那我们再讲到手，我们检查指甲的长短，就是看我们的留白处，指甲留白处不超过2毫米。老师，我没有留白。你那个就是留白，我不是，那是你说的是月牙。老师，等一下，我不想跟你当同桌。今天呢，我们做那个口部的折叠，为啥叫口部呀？因为是入口的东西，它是可以擦嘴巴的。啊，口部。对，好，首先把我们的口部反面朝上，然后呢，我们下面往上叠，叠放在中间，然后上面叠下来，叠下来了以后再往上叠，让它竖着，我们再对折，对折了以后，我们把上面的做3折叠。老师，我看看手势。我们中指放到里面，对，然后这个手指放在下面，预估它的1/3处在哪里，然后往下翻，下翻，往下，翻上来之后，你那个
这是你错了啊看从这里1/3处，下面的1/3处，下面的对你调到上面的1/3处了，翻下来。是对。好了，看，我们接下来把下面这一层叠住往下压，用这个头找上我们尾部这个头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，我们把边上这个角往下翻。看到了。对，最后我们把下面这一块用我们的小拇指夹住，往下面放。上面先松手，下面不要松，下面最后松。还可以。老师，这个是放在哪儿的？放在我们的餐盘上。我们会有展示盘，摆盘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们要营造氛围，是不是要好看？我们现在外出的情况下，大部分会干嘛？拍照。那如果说我们摆盘摆得不好看的话，你会愿意去拍照吗？不会。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氛围给营造出来，对不对？好。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其他的环节，我们先到楼上客房去。对啊。参与亲爱的他们票选互动，选出你心中的最佳客栈搭档，解锁专属衍生可片为彩蛋内容。